教你如何16分钟内攻下美国白宫。首先，第一个条件，你要花个小目标买一架 C-130重型武装运输机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潜入华盛顿上空。但此时国防部空军基地会派出2架隐形 F-22战斗机进行驱逐警告。对于这种警告，你可以不鸟它，直接打开 C-130两侧的加特林，对准战斗机疯狂开枪扫射就行。接着切换超低空模式飞行。相信此时正在和韩国总统开会的美国总统会接到空袭警报，他立刻会在100多名保镖人员的护送下，乘坐电梯到地下18层的堡垒中躲避。因为这座堡垒不仅可以抵御任何攻击，甚至连核武器都不在话下，更不用担心核辐射，隶属于美国的最高机密。而白宫内会启动最高防御级别，所有的护卫队都会进入1级戒备状态，狙击手也会占领各个制高点。与此同时，国防部会再次派来战斗机前来拦截，这次他们真枪实弹地开始向你射击，此时一定要稳住，不要慌，注意观察导弹，在即将到达之前发射诱饵弹躲避，晚1秒早1秒你都会凉凉。等躲避之后，你可以顺带对着地面疯狂输出，争取造成更大场面的混乱。这一波打完之后，就可以先行撤退，回去补给一波再战。但此时那架 F-22战机不再给你警告，直接会远距离向你发射空导弹。此时由于你的判断失误，过早的发射了诱饵，导致导弹穿过诱饵弹击中了你。所以下次你一定要看准时机再发射。既然木已成舟，那就要死得更有价值。在死之前撞击一下华盛顿纪念碑，然后坠毁在附近的公园，因为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的杀伤面积。纪念碑的倒塌也会造成无数的生灵涂炭。在濒临死亡的瞬间，一定要通知你的队友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。此时美国总统在里面观看到了一切，他会安慰韩国总统，只要躲在里面就会平安无事。这时你的队友会引爆白宫外围的一辆大巴制造混乱，而藏在人群中的2个手下会去炸开白宫内的围墙，接着向里面发射几10枚催泪弹，再用火箭筒端掉里面的情报室，随后戴上防毒面罩向里面发起冲锋。看到里面的安保人员不能犹豫地开枪扫射，同时承载着重卡机枪的货车会停在大门口，对着里面的火力疯狂扫射，消灭外面的火力之后，再用 RPG 端掉白宫大门，战友们就能冲进去杀得片甲不留。与此同时，混入地下堡垒中的卧底也要展开行动，他们必须身手敏捷，很快干掉总统身边的保镖，并迅速控制住美国总统。然而这个幕后黑手正是韩国总统的保镖。很快美国总统及所有美方高级官员都成为人质。这时五角大楼才得知白宫被突袭，他们立即派出军队前去镇压，但是他们还不了解，现在整个白宫已经被占领，姗姗来迟的军队只能在白宫外围拉起警戒线，等待着上级的下一步指示。想知道如何才能打下美国白宫吗？作为美国总统的官邸，白宫拥有最先进的安保系统，更有最厉害的防空导弹，而且总统私人保镖就有上百个，距离国防空军基地也只要10分钟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恐怖分子仅用16分钟就将其拿下，还顺便劫持了美国总统。前来救援的特种部队很快赶到并包围白宫，但现在美国总统及高层都被劫持，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五角大楼立即成立临时指挥部，和白宫进行了视频通话，但画面里出现了韩国总统，还没等大家说话，韩国总统被一枪爆头，下一秒美国总统也被压到镜头前。他们用美国总统的性命威胁五角大楼，让美国军方将白宫外围的部队撤走。无奈之下，指挥官只能让军队暂时撤离。此时整个白宫基本被恐怖分子控制，只剩下男主麦克一人躲在白宫里。恐怖分子切断了白宫所有的电源和通讯设备，麦克也偷偷摸到监控室，迅速干掉那里的几个匪徒，随后搜到他们身上的照片，那正是总统的儿子。原来他们想找到他威胁，接着他关掉里面所有的监控，以免被他们监视到自己。这时恐怖分子也察觉到了异常，立即想办法重启监控系统，并视频连线上了五角大楼，警告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愚蠢的行动，否则会将美军高层逐个斩首。而五角大楼这边，因为总统和备用总统都被他们挟持在堡垒中，参议员老黑临时代替成为这里的总指挥。麦克也在总统的房间内，他从暗格里找到了私人卫星电话，很快联系上老黑，并汇报里面所有的情况。老黑命令他继续潜伏在里面，配合营救总统行动。很快恐怖分子头目又提出了第2个要求，他们要求在24小时之内撤出部署在韩国的第7舰队以及非军事区所有的驻军，如果达不到要求，他们就会把美国总统及高层一个个处死，里面除了总统还有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及军事参谋。这时恐怖分子头目抓来军事参谋，逼他说出地狱犬系统的密码。总统不忍心参谋就这样被处死，只好让他说出密码。黑客得到密码，立刻打开第1套系统。而五角大楼这边也得知消息，老黑感到大事不妙，难道参谋总长叛变了？他赶紧联系上麦克，并告诉他地狱犬核弹系统有一种保护机制，为了防止核弹意外发射，当时一共设置了3组密码，而这3组密码分别交给了总统、国防部长及参谋总长。现在参谋总长的密码已经启动，总统和国防部长也在他们手里。现在唯一能阻止核弹发射就是修改密码，而修改密码电脑在地堡里。这时麦克才想起来，恐怖分子抓总统的儿子就是为了威胁总统，从而拿到总统手上的地狱犬核弹密码。麦克必须提前找到总统儿子，他凭借熟悉地形很快便找到总统儿子，
随后把他安全送了出去。而此时的首领在监控中发现了麦克。米国白宫被武装分子占领，里面不仅有白宫的高层，甚至连米国总统都在里面。军方派出了黑鹰直升机和海豹突击队，想要夺回白宫的控制权，但他们没想到，直升机刚靠近白宫就遭到重火力袭击，整个编队在空中成了活靶子。黑鹰直升机相继中弹坠毁，眼看整个编队就要全军覆没。好在麦克及时用火箭筒炸毁了防空炮。激烈的轰炸过后，不仅空中进攻失败，还炸掉了半个白宫。恼羞成怒的恐怖分子当场就击毙一名高官，并连线五角大楼要求老黑立即撤军，然后把加满油的直升机停在门口，否则下一个死的是米国总统。老黑再次联系到麦克，告诉他只有30分钟的时间，到时就只能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。随后麦克联系到恐怖分子的头目，故意说老黑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只会被困死在地下堡垒中。听完之后，恐怖分子果然中计，他愤怒地将国防部长拖出白宫，打算当着所有人的面处决他。好在藏在暗处的麦克及时出现，当场击毙几名歹徒，国防部长也趁机逃脱并成功被救下。恐怖分子见状便又回到地下堡垒当中，并立即联系上五角大楼。为了总统的安全，老黑只能召回第7舰队，并安排一架加满油的直升机停在白宫门口。原本打算在他们上飞机的时候，让狙击手将其击毙营救总统，但没想到狡猾的恐怖分子让所有人质和他们穿的一模一样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白宫。埋伏在高处的狙击手根本无法识别目标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怎知飞机刚起飞没多久就发生爆炸，机上所有人员瞬间灰飞烟灭。就在所有人陷入悲痛之中，认为总统及参谋总长已经遇难时，麦克却觉得事情不太对，他认为这是恐怖分子的金蝉脱壳之计，恐怖分子一定和总统还在堡垒中。果不其然，被麦克猜对了，他们确实还在堡垒之中。虽然总统没有说出最后一组密码，但黑客通过前2组密码已经成功破解最后一道防线，而地狱犬系统也已经被启动，并在5分钟后让整个米国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。接着他们押着总统准备从密道撤离，可就在这时，麦克及时赶到，迅速将几个手下干掉。总统见状也不认怂，徒手要去和恐怖分子头目决斗，但不幸总统腹部中了一枪。麦克见总统受伤，急忙去救驾，打掉对方的枪后，2人扭打在一起。由于麦克身受重伤，处于弱势一方，但是遵循着反派死于话多的原理，让麦克逮到机会将其制服。随后他赶紧上前去询问总统伤势，而总统要他先去关闭地狱犬系统，否则大家都要完蛋。麦克随后联系国防部，在最后还剩3秒的时间，成功关闭了地狱犬系统，拯救出上亿老美的幸福。